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川普这次的亚洲行，其实重点并不是在 APEC， 因为他在见完了习近平之后呢，立刻就飞往了美国飞回去美国。那外界也报道说呢，其中有个原因可能是要参加万圣节的 party 因为很多其实并不是因为美国自己的问题有非常的多。美联社就报道说，30号晚上呢，这个白宫虽然有很多的万圣节庆祝活动，但是美国国内的情势恐怕是让川普赶快飞回去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在10月1号关门了，很多的联邦工作人员已经领不到薪水，数百万美国人也越来越陷入一个缺乏基本联邦服务的困境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参议院在30号呢，以51票对47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否决了川普针对超过100个国家现在所实施的全球关税政策。其中呢有4名共和党倒戈投下了反对票这4名共和党呢分别来自缅因州、阿拉斯加州，还有呢2位是来自于肯塔基州那在肯塔基州呢，后来有一些分析就说呢，因为关税政策让他们的出口受阻，报复增加，消费成本上升，会影响到他们的选区的选民，他们的工作跟相关的产业。缅因州跟阿拉斯加州呢，这个背后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跟加拿大有密切的经济贸易连结的考量，所以呢，这次4位共和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呢，他们报道说，川普政府台面上常常会攻击的一件事情就是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可是最近有一个动作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就是美国缴了2500万美元的费用，把这个之前拖款不缴的 WTO 的费用缴清了那所以呢，现在就来看就是说，川普现在要面对的是他美国自己内部，包括发动关税所引发的压力，所以 Russ 这个关税工具现在连自家人共和党的议员可能都没有办法挺下去，是因为这些议员背后也有他来自选区选民的压力，是吗？只有几位而已对不对？所以四位参议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对关税的意见跟川普不符合，那这个不代表是全部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多数还是会很支持川普，这是事实。而且国会针对关税怎么说或怎么投，目前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问题已经是进入最高法院。那万一最高法院说川普这样实行关税是没有符合法律我相信川普团队还是会找其他的法律依据再次提升关税了，他们真的会往会往这个方向走了。对，所以将来3年多，川普这个关税政策还是会，我认为还是会继续下去了。那你怎么看最近突然把这个积欠 WTO 的费用给缴清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减少未来万一到了最高法院，这个被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利于现在的这个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吗？我觉得不能排除美国还是会采用 WTO 的管道来投诉其他的国家对不管是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等，这个所以就是保留这个选择。虽然川普还有他的团队，他们对多边组织，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等，其实是不希望用这个工具了。好像他们还是要保留这个选择了。但是目前其实WTO 的相关的这个争议解决机制，目前还是在 stop 的一个阶段，没有再运作了。对，这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感觉好像名存实亡，因为很多的贸易争端到了世贸组织就不了了之了。这点老师又怎么看呢？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这个或者是没有执行力、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机制。那么，所以它的功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美国非常瞧不起这些多边组织因为它没有办法。你就算是打赢了官司，或者是你在争端解决机制中间获得正面的回应，最后别人不履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制裁的办法。这个就是美国有很多批评，不只是川普，也不只是共和党。而且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是这些投下反对票的议员，是因为他自己有来自选区这些选民的压力，因为选民现在生活困苦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看到
彭博他们取得了美国零售业的巨擘就是 Target， 很多人都常去 Target 买这些零售商品就有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表示说 ，Target 要裁撤大约8%的企业职位其中包括裁员1000人，而且要取消800个左右的空缺职位。Target 从之前呢这个 COVID 疫情高峰之后就陷入了销售疲软，还有库存失误的困难，连续11季度同店销售下滑，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超过30%了。所以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你说他就算再怎么右翼右派他还是必须要去照顾到社会福利这个需求，难道没有任何一点压力吗？黄老师，社会选票有压力，那社会福利跟选票有关系，而且2026马上就要期中选举，对所以我看这个川普在处理对中关系，他也要算好中国大陆的15五规划跟明年的美国这个期中选举的初选这些时间点。所以 Ross 刚刚讲说上飞机以前都不一定，我是同意的那现在回来讲，其实共和党的基本意识非常，如果我讲错你跟我说，共和党基本意识他反对不劳而获。反对共和党基本上认为社会的责任是救急不救穷，所以你必须要负担社会责任，你才会拿到补贴。这种毫无限制的去救这些穷人，是共和党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是一个基本面。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就是说，当关税的效果出现了以后，当政府 shut down 的这个关门的这个震波出现了以后，你会使得消费缩减，那么消费缩减的话，获利就缩减，获利缩减的话，你就会带动了有一些营业额的丧失。那么所以原来你不管讲 Target 或者是 Walmart， 它的营业额降低，就必须要请人走路对，那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循环。那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这个配套措施。这样配套措施每一个政府都会讲，但很难你包括职工训练，包括辅导转业，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是，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提到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呢，美国已经有2位法官，因为他政府关门已经1个月了，满月。那在这个时候呢，2位联邦法官裁定说，川普政府不得终止食物券的这个计划接下来川普怎么接招？您觉得？我觉得这法官是归法官这个凡是事情走进法律程序的话，都不会很快有结果。Food stamp 就是这个食品券或食物券，这种福利措施其实被滥用的机制的地方很多。这个在过去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是很激烈辩论的问题。我觉得川普政府以现在来讲，不会被法官的判决所威慑到。OK， 好，那其实，在之前说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预算的问题川普在之前曾经表示说，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会首度的突破1兆美元。另外呢，特别也看到北约这边也是宣示了，在2035年以前呢，会把北约的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5%那当然，相关的军工产业的扩张周期也已经悄悄的展开了。对照最近看到日本这个日本最大的军火相关产业三菱重工，它的股价将近1个月上扬了超过14%，今年以来呢已经飙涨超过1倍。另外，川崎重工呢，将近1个月以来呢也扬升30%左右今年以来大涨了80.4%。所以现在看到刚刚特别。蔡老师有提到高市早苗他所领导的自民党还有维新党现在是计划取消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另外要建造武器相关的工厂，加速对于军事工业的投资。那这个部分的话，真的能够替日本带来比较有感的成长。那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股市会上涨，会有2个很大的第一个的话是整个日本的股市都是往上涨，因为高市早苗的一个政策是继承安倍的政策3支箭，所以他会继续做财政投资，而且他讲的叫有责任财政投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股票已经超过5万
然后川普也讲过，我们跟日本在同一年超过5万，这是整体面来讲。那我们如果说用军工面来讲的话，它在今年也就是会推2年，提早2年会达到 GDP 2%，这第2个点。那第3个就是因为国民党离开之后的话，日本维新会就是比较偏右派，也会跟自民党的关系会很结合，所以他一上来之后的话，他们就放宽武器可以输出的管制了。以前是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可以然后但是维新党的话都可以，等于是他可以放出去的一个输出的机会就会增加，因为日本的武器基本上就卖给自卫队，自卫队能买就是很固定，所以它利润会非常低。因此，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10月21日变成防卫大臣之后，他做了一个记者会，他会举个例子他们的护卫舰卖给了澳洲，而且澳洲会非常喜欢他们的护卫舰。为什么？因为日本就是自卫队的想会当人很少，他们人没那么多，但是他们自卫队的造出来那个舰很省人，澳洲也很省人，而且他们澳洲又强调日本的武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除了省人之外，他会很重视那个阿兵哥在里面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澳洲人会说，你们的武器保护我们的士兵，保护我们的人，他们很开心的。第2个的话，就是他们的防卫会改变的，从一个防卫型变成攻击型。不然攻击型之后，新的武器自然就会出来，特别是在潜舰上面的话，会带动30重攻或是所谓的川崎重攻。但是他们解除这些出口限制之后，到底会不会卖给台湾？好问题，你觉得呢？说法呢，还是私底下的有外交的答案也有可能吗？非常不方便，非常不方便，因为实在有难度。这个的话，你如果说用潜舰来讲的，直接卖会有难度。可是他们有一种概念，就是弹药。弹药的话，就是战争一进去这个技战能力。技战能力的话，他会说我们的弹药就嘣一直打。如果说我们不提供给台湾，将来谁会提供给我们？这个倒是有，就基础的东西会消耗品的话会有。这个有在考虑。我Ross 刚刚点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国防工业不断的发展，武器不断的外销，但是有没有可能真的卖给台湾呢？政府不是一直说高市是我们的支持者、好朋友呢？那如果真的是的话，那为什么不卖给台湾？确实是一个可以值得观察的点。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